川普，说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烂的一个总统。金砖成员中国、俄国、伊朗 Red Chessboard 达成。普丁心心念念是把俄罗斯变成西方国家的一员。今天普丁是被西方国家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最后再活生生的踹出西方的阵营。所以他现在讲了，俄国的未来在东方，然后你东方也没有让他失望。莫迪送给普丁中印和谈的，所以美国是金砖之父。普丁吃了一句美式重拳之后，中俄联手改写世界秩序。金砖论人口1半以上人口，论经济全球 GDP 的34%到37%，跟西方分庭抗礼。双方在国际交易支付的工具上还有各自的利益不同，不过都还是很配合俄罗斯，因为大家很怕美国带头在非常时期去抢夺别人的海外财产。那不就是美国犯蠢吗？反过头在中美之争给了中国很大的底气。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金砖会议这一次在喀山召开，由俄罗斯普丁作为东道主。第一个大家最关注的是中印和谈，即墨会也针对这个部分有一些表述啊，就是说中印之间最重要的是合作，要维持安全的问题。那大使你怎么看呢？我们达成协议的内容就是说，各自回到2020年的双方的防守线，对于双方的巡逻的方式也进行了比较细节的讨论，已经达成协议，等于说2020年开始中印的边界冲突告一段落。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莫迪送给普丁的一个礼物，因为事实上中印冲突在比较高潮的时候，拉夫罗夫去了好几次，就是要调解中印之间的冲突。因为对俄罗斯来讲，他的战略利益是中印不要冲突，尤其中印之间要稳住。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中印边境冲突其实挑起的是印度一方，挑起的原因是莫迪要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还有军事的主导权。这4年来，第一个他连任成功了，第二个虽然他连任的不是很漂亮，可是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他觉得大概比较稳定了，没有必要再借助中印外部的冲突来稳定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所以就要把中印的边界冲突告一段落，然后跟中国大陆真正在经贸上进行比较互利的一个合作啊，因为莫迪始终是想要把印度的经济发展起来的。对，以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对印度的经济发展可以产生很大的助力，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走回一个比较务实的路线。所以在这一次，我觉得他操作算是蛮成功的，各方都讨好。中印和谈有一个意义，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金砖已经快要完成打通欧亚大陆。如果金砖持续往前推进的话，那它的地缘重要性不就慢慢凸显出来了？金砖过去我们比较像经济性质，可是现在慢慢转变成一种地缘安全，而且这一次的会议上确实有讨论到这方面。我看习近平有做这些表态，他讲了5个计划嘛，要做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但是经济项目蛮多的，觉得最重要就是和平。看起来好像是经济为主，可是这里面政治的意涵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很多西方媒体都不太认为它是一个经济组织，他认为俄罗斯想要借着金砖来形成跟西方主导各种组织相抗衡，重新改写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国际组织。我也认为事实上就是这样，中俄联手改写国际秩序。但我观察到近期的金砖会议都是首脑，而且是元首亲自出席。另外我们看到新进的成员响应也是非常积极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金砖的转变跟它的重要性比 G20 还要重要了。可是 G7 的重要性依然还是有，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国际的地缘政治重点的一个转变。对，因为过去只有 G7 嘛， G7 说穿了就2个字，叫西方。西方就是欧美，一个单一文化体了。那金砖就代表非西方，所以这是2个对抗。那集团体是做不了事，因为它是西方跟非西方结合，因为集团还是要有它的对手，这样它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这次就变成非西方国家大团结，这里面金砖5国本身就很有代表性，这一次又加入了伊索比亚、埃及这2个非洲国家，都是很有代表性。这2个也都是古文明，再加上伊朗、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当然有一个国家鲁拉一个给他机会，结果他自己那么不争气，就是阿根廷。这一次还有3个国家可能被点名出来，一个就是土耳其，因为土耳其说穿了，他唯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地缘，还有他是曾经一个帝国的继承人啊。另外一个就是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泰国。所以这一次没有讨论到扩员问题，因为才刚扩过，那这次会不会有新会员加入啊？值得观察。我的研究员他说，扩员对金砖并不见得是当务之急，成员越多可能意见会
越多，整合的难度会加大，所以我觉得这是金砖它目前面临的两难的问题啦。我自己看他现在搭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有很强的历史文化的代表性，他既重视区位，又重视文化民族，重视历史，而这样的一个背景是过去西方国家那种对于非西方国家傲慢的态度所没办法体会的。因为西方强盛的时候，所有的文明古国几乎都被打趴了。我觉得金砖的崛起在非西方世界里面，大家重新找回自信的一个过程。就西方文明主导地球命运200-300年来第一次被非西方国家严重的有系统组织的挑战。这里面论人口，1半以上人口有足够的代表性；论经济实力，大概全球 GDP 的34%到37%，几乎是跟西方的经济实力是分庭抗礼。当然啦，像法国的 Figaro 他们就是很西方中心主义的，认为就是要有拿破仑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印法才能凝聚力量。他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前途，它不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没有签一个条约。可是很多国家文明不是这样，中国就不是这种文明。所以我觉得在不同文明的结合里面，用软法的方式，说实话，我觉得他在慢慢推动一些合作的模式，就是一种网居树立的方式。比如说这次俄罗斯最想搞的支付体系的，就是说你不会只有美国所主导的 SWIFT，这一次金砖可能会推出一个新的支付体系，叫Brick Bridge 金砖桥，它就是透过电子货币的系统，由各参加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进行交换，所以它就摆脱了 SWIFT对于各国货币交换，但有一点类似多边的本币互换。那未来金砖桥它有没有可能逐步去取代 SWIFT， 还是不是要取代 SWIFT， 而是建立自己的渠道？第二个是里面有没有包含人民币未来可能是国际化的路线，或者事实上人民币其实并没有想要国际化。我觉得人民币当然是要国际化，不过他不希望一种冒进式，他要渐进式，走得稳。现在俄罗斯跟金砖其他国家面临这个支付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挑战。俄罗斯已经不能用 SWIFT 交易，然后卢布也被很多西方国家给禁了，基本上他们本来要卡死俄罗斯，可是俄罗斯它本身的它 commodity 别人非买不可。美国到现在还跟俄罗斯买钛而且俄罗斯这个国家它关起门来，它老百姓吃得饱得很，它的物产之丰富它也只有1亿多人，所以他可以忍受别人对他的孤立。那你要买东西的话，那你要不然就一物一物嘛。另外他的民生物资中国全部给他补上，你没车开我的坦克，中国车这么好哇，性价比又高，你什么德国日本美国车不进来正好通通换，他的经济还不错。可是问题他支付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用金砖来推荐。可是对中印度巴西来讲，支付不是问题，而且大部分国家还是愿意接受美元的情况之下，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必须手上来握有大部分元，或者慢慢的用本币来支付，取代对美元的依赖。所以这个就是双方在国际交易支付的工具上还有一些各自的利益不同不过都还算是很配合俄罗斯。为什么？因为大家很怕美国带头在非常时期去抢夺别人的海外财产，尤其这些阿拉伯国家，他是怕死他今天不管是有形资产还是金融工具他都在西方国家手里面，西方国家一翻脸就没了。我觉得这一波这样看起来，美国这一次在俄乌之战所做出这个决策，很大程度反过头来让中美之争给了中国很大的底气，而且也让普丁趁这个机会把钱捞回来。那你不就拱手1亿多的市场让给中国之外，而且最主要是你等于是让中国前阵子有很大的孤立的压力大幅的缓解。这就是拜登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贡献所以川普就说他是个白痴过去俄国一直认为自己是西方国家，普丁吃了一记美式重拳之后，看起来彻底断了他向西的念想。这2年很明显，俄罗斯为了摆脱国际的孤立，更加的重视第三世界，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从来只有非西方国家想加入西方，而且俄罗斯的体量实在是太大了，资源各方面太丰富，所以这个是不是整个地缘转向的关键？那不就是美国犯蠢吗？我们现在看金砖的成员，中国、俄国跟伊朗，不就是布里辛斯基最害怕的 Great Chessboard 达成了？所以美国是不是金砖之父？那我只能接受川普的看法，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烂的一个总统。我告诉你，普丁的第一个选项是成为 G8， 问题他那时候被赶出来了。你知道 G8 本来要找中国大陆进来的，当时大陆说我是第三世界国家，我永远跟我第三世界国家的伙伴们站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的智慧那个普丁进去以后又被人家踢出来。普丁的偶像就是彼得大帝他心心念念是把俄罗斯变成西方国家的一员
人。那今天普丁是被西方国家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最后再活生生的踹出西方的阵营。所以他现在讲了俄国的未来在东方，然后你看这些东方的朋友也没有让他失望，不像西方人短视近利人情交薄，中国大陆没有跟你在这边算账，顶多跟你讲一下那个乌苏里江划界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搞清楚，黑瞎子岛不要这样搞得不清不楚的，对不对？中国大陆还是很有战略眼光。另外越南这一次你办盛会，越南小兄弟还去撑北韩撑不撑他？撑。蒙古总统也去了，然后东方文明印度在关键的时候还是挺你